我和陆金怀一开始是协议婚姻，我们约定好了互不干涉对方的感情生活。只不过后来我先对他动心了，我发了疯，把碎瓷片抵在手腕上，哀求他和外面的女人断了关系。他冷冷斜了我一眼，想毁约没门。后面我死心了，也开始流连于小奶狗中。可他砸碎了家里所有的东西，猩红着眼求我回家，我却笑了，想毁约没门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万万没想到陆金怀会把女人带到我们的婚床上。本来已经和好友约好了帮他庆生，可走到一半发现忘带礼物，只得折返回去拿。此刻正好被我撞见，卧室里淫靡之音不断，房间里在干点什么事，成年人都懂。我的手握在门把手上，迟迟不转开，浑身开始止不住的颤抖。陆金怀怎么敢把女人带到家里来的？他怎么敢的？心脏处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猛地收紧了，下一刻就要爆开。我听见那个女人说：“老公，你弄疼我了，轻点。你什么时候跟那个老女人离婚啊？”陆金怀坏笑着说：“怎么，我的心在你这儿还不够？”他娇嗔：“你上次跟我说你根本不爱他，那还不如早点离婚呢。人家想让你完整的属于我吗？完整？我也曾经幻想过能完整的拥有他，他的人，他的心。我不止一次幻想过和他有个孩子，我会当好一个妻子，好妈妈。可这一切只是奢望罢了。”我站在门外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，脚犹如定在了地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陆金怀搂着那个女人开门出来，正遇上站在门外的我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诧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哦，赵小姐居然好听人墙角，转头亲了一口怀中的女人。宝贝，你刚刚叫的那么大声，可都被别人听见了呢。怀里的女人扭动着身子，像是要挂在他的身上。你真坏！说完用鄙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赵小姐还在这儿呢，你这么说，她该伤心了。我的指甲几乎要嵌入肉里。陆金怀只是随意扫了一下我，慢悠悠地说了句：“管他呢。”我呆呆怔怔，连他们什么时候出去都不知道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好友打电话来问我到哪儿了。我还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，胡乱回答了一通。电话那端传来他恨铁不成钢的声音：“又是因为他吧？上次你急性肠胃炎，又吐又拉的，他给你递一杯水了吗？最后还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夜里2点多打车去医院？他来看过你吗？一个人生病走夜路的滋味，这么快就忘了吗？还有上次也是，你爸60大寿，办个席面，他还迟迟不到场。协议婚姻，好歹面上该做的都得做吧。结果呢？那天人家正在酒店里跟女模特厮混着，压根没想起来这个事。好友还在电话那端不停骂着，我的思绪早已飘远。5年前，一纸协议，我成了他的妻子。陆赵两家是多年的生意伙伴，儿女间的商业联姻只为利益。我在懵懵懂懂之间被迫跳过了恋爱的环节，直接步入婚姻。新婚夜时，他吊儿郎当地说：“赵清明，你也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以后大家各玩各的。”我有些失落，即使我早知道的。前几年赵氏企业资金链即将断裂的时候，他果断注资，救起了爸妈一生的心血。我开始对他有所改观。他在酒局上温柔地搂着我，替我挡酒的时候，我开始为他动心了。我开始天真的以为，我可以捂热他的心，也能把他调教成我想要的丈夫的模样。我对他的爱越来越深，可他越来越晚回来，身边的女人也越来越多。
他身上不同的香水味让我作呕，让我发疯。我闹过，自杀过，也跪下来求过他，跟他们断了吧。我像个疯婆子一样揪着他问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些女人？可他只是说，赵清宁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泼妇模样，我真的得好好思考下换个妻子人选了。我的心冷寂了。门口突然传来密码锁解锁的声音，一下子把我拉回现实。陆金怀回来了，他看着站在黑暗中的我，愣了一下，没事怎么不开灯？他越过我就要上楼，我急忙拉住他的手。今天的事情你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？为什么偏偏把他带到家里的床上来？你知道我最讨厌……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，赵清宁，别越界，别动不动给我整发疯那一套，真的够烦人的。我失眠了一整夜，隔天我下班的时候，远远地看见一辆红色的敞篷车停在公司门口，他坐在车里邪魅一笑，朝我勾勾手指头，上车。我有点惊诧，刚结婚没多久，有一次我应酬喝醉了，打电话让他来接我。那时他说，赵清宁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我老婆了，让我接你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我自觉地坐在后座，他的副驾被各色各样的女人坐过，我嫌脏。他看到我坐在后面，皱了皱眉头，怎么不坐前面？我的眼看向窗外，不敢越界，没资格。他终究没说什么，只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链。我记得你之前说你喜欢这款手链。他把手链递在我手里，手链上的碎钻在黑暗的车里闪着细微的光，链条上的精致花纹犹如缀满星辰的银河。他说，不戴上。我没有说话，还在生气。好啦，我下次不带女人回家就是了。我刚想说不用，他的电话却不合时宜地响起，电话里隐约传来女人的哭泣声。他低声说了句，马上来。挂了电话后，他看着我说，你不然先下车，小妹妹太粘人了，一会儿见不到我就哭。我的心凉透，这样的戏码在过去的几年里不知道上演了几百次。以前我又哭又闹，缠着不让他走，可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发疯。这次我安静地下了车，他倒有点不适应了起来。今天还挺懂事嘛，下次我再陪你好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他的车影在我面前开远，深冬里的风一下一下吹着我的脸。我看着手里的项链，突然在此刻明白了他的意图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的吗？在我快要死心放弃的时候，给颗糖，而我没出息的收下，彻底的和他和好。他安抚我，无非就是想省掉我这个麻烦，而我每次还傻傻的以为他回心转意了。这些年，他用套路草草打发了我，可惜我到现在才察觉到，或许我在他心里就只值得这样对待吧。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疲惫不堪。刘妈见我回家了，很激动地跟我说，夫人，刚刚我看到陆总给你准备礼物了。他朝我挤眉弄眼，示意我看桌上的礼盒。我有些惊讶地走近，刘妈在边上不断说好话，这礼盒不是给你准备的，还能是给谁准备的？你看这礼盒多漂亮，夫人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打开呀！我的手飞快地解开盒子的包装丝带，是一条价值不菲的宝石项链，边上的赠品区是一条手链的形状，只不过空了。我自嘲地笑了，原来他连送我的手链都是别人的赠品，更别提他对我偶尔施舍的关心，更是廉价至极。我对他来说只是个麻烦罢了。我的心疼到木然，被羞辱的感觉从脚底升起，像藤蔓一般爬满了我整个身躯。它不断收紧，收紧，直到紧紧地包裹住了我。我是在作茧自缚，任由我的一厢情愿变成他伤害我的利刃，在我的心上一刀一刀地凌迟着。
而我却错把他的每次打发当成是好。这一切都是我在自欺欺人罢了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，脑子里第一次产生分开的想法。陆金怀一夜未归，等凌晨他回来的时候，脖子上还挂着吻痕。我捏着离婚协议书在沙发上等了一夜，他心情罕见的好，嬉皮笑脸地迎了过来。你怎么大早上的在这里？我不想跟他过多废话，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，名字我已签好。我淡淡开口，我们没有孩子，所以只有钱财上的分配。我也不多占你的便宜，一人一半吧。我站起身来，你看看，要是没有问题，就签了吧。他3两下就把协议撕了个粉碎，撒在空中。大清早的又发什么疯？我揉了揉眉头。协议婚姻5年为限，也已经快要到期了。陆先生，还是要有点契约原则的好。他勾起一丝嘲讽的笑。过去没有契约精神的是谁？怎么，赵氏企业被我救起之后，我对你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？我懒得去解释，随你怎么想吧。你当年给赵氏注资的钱，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你。他的眼神沉沉，看不出情绪。赵清宁，想离婚？做梦吧！陆氏企业现在正在上升期间，经不得一点风波。你还是给我专心的当好陆太太。我上台阶的脚步一顿。这些年，我跟一个只对我谈利益的人说什么感情呢？回想这些年我的付出，都算什么呢？一场闹剧罢了。我回过头，定定地看着他，曾经吸引我的那张脸，如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可对他的感觉已不复从前，只剩下遗憾、嫌恶、不甘，情绪交杂，唯独没有爱了。我上楼简单收拾了自己。上次好友生日我没有去成，今天约好给他补过。我打电话约他的时候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，陆金怀又把你哄好了？”我笑了一声，连连道歉：“我提了离婚了。”好友瞪大了双眼：“开窍了你？”他急忙拉上我：“走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”我只觉得如释重负，浅笑了一下，就也上了车。等我上了车后，才发现车后座还坐着一个人。好友凑了过来，贴着脸说：“哎呀，这我弟，我爸妈这几天不在家，非得叫他跟着我。”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后座的少年一眼，他的眼睛清澈单纯，脸上写满了意气风发。好友催促道：“周志玉，还愣着干嘛？叫姐姐！”可他看了看我，到底没叫。好友气急：“没礼貌！你！”我急忙制止住他：“小事，小事。”好友带我来了酒吧，3两杯下肚，我很快就放开了自己。暧昧闪烁的灯光，觥筹交错间，我抓着前面正在扭动的小奶狗，狠狠地摸了一把他的胸肌。事后，在他诧异的目光中，我塞了一把钱到他的裤子里，他很快会意，吻上了我的唇。晃动的灯光下，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年轻小男孩的脸跳跃在眼前，我忍不住感叹：年轻真好啊！我开始不断地更换着弟弟，不得不说，弟弟体力好，又会哄我，我只要出钱就能买到他的爱，很公平。我逐渐开始夜不归宿。等我清晨带着被咬破的嘴唇出现在陆金怀的面前时，他盯着我结痂的嘴唇：“怎么，弟弟好玩吗？”我认真地回答他：“挺好玩的。”他的脸色有点阴沉：“赵清宁，你长本事了。”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我点了点头：“我们本就是协议婚姻，互不干涉，不是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这话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到底没说出话。他没有反驳我的资本。我随意地拨弄了下我新买的裙子。哦，对了，离婚协议得抓紧了，不然我的那些弟弟们知道了，又得不高兴了。他突然情绪变得激动了起来，在我面前砸碎了一个烟灰缸，
碎裂的玻璃碴子飞溅，在我的腿上留下了细细碎碎的伤口。我惊呼了一声，蹲下。他眼神猩红。如果是因为上次我带女人来我们床上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，这样还不够吗？别闹了，行吗？我现在公司的事情很多，很烦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我抬起头来，懂事？我以前还不够懂事吗？可换来什么？我用手捂着伤口，此刻已慢慢渗出血丝。我缓缓站起，我换来的是你随随便便就用赠品打发了我。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心虚。那个手链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够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还是陆总现在手头已经拮据到这样的地步了？不然你伺候好我，我也能每个月给你点钱花花。他的脸上像是个调色盘似的，一阵红一阵白。我看着他，眼神清冷。提前告诉你，我会不断去外面找男人。如果你不离婚的话，你最好也能忍得了。我在他难以置信的眼神中上楼。我们势均力敌，谁也别管谁。既然是协议婚姻，没来由只束缚着我。过去我将自己束缚在道德的框架里，限制在对他假想的爱中，只是折磨自己。现在突破了，只觉得如获新生。我上楼处理了一下我腿上的伤口，隔天去找弟弟的时候，我的腿上贴着创可贴。我躺在沙发上，看着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腿，紧张地问我疼吗？他说看到我受伤，他会很心疼的。我看着他，心头慢慢浮现出一种虚伪的感觉。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心疼我。前几天好友给我看了他出去找小妹妹的视频了，我在心里感叹，钱到底买不来真心。我放下了脚，坐直了身子。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。他低下了头。那之前说好的钱，我看着新做的美甲，会给你一分不少打过去。他开心的表情难以掩饰。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中年了，很难谈爱情了。夜里我回到了家里，陆金怀早就在沙发里，他的眉头紧锁。看到我回家的一刻，倒是舒展开了。今天怎么舍得这么早回家了？我只脱下高跟鞋。玩累了。他挑了挑眉，眉目间有了些喜色。分手了？我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比不上你跟这个妹妹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在一起2年多了吧？我站着摘下自己的耳环，叫林芝是吧？感情还挺好的嘛。我径直走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跟他已经分房睡很久了。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：女人嘛，都一样。是啊，谁都一样。只是我从前傻傻的觉得自己可以是他的例外。他站在我的门口，身子倚着门框。今晚我不去陪他。我有些惊讶地抬起头。什么？他的姿态高高在上。上次我说过要陪你的。我想了半天，才想起来是那天他为了林芝把我赶下了车。现在的补偿，换作从前，我会开心的要命。可是现在，只觉得寡淡。哦，不用了。他在我的床边上坐下。不然今晚我们一起睡吧。我抬了抬眼皮。怎么，小妹妹生理期？他急急解释。不是，是我。我眼皮都不抬。那你找她去啊。他没想到我会拒绝。他用力地咬了咬后槽牙，狠狠地说：赵清宁，你他妈差不多得了，别给台阶不下。后天陆老爷子70大寿，你记得出席。陆太太，他着重强调了后3个字。说完狠狠摔门而去。我的心情平静如湖，激不起一点波澜。清晨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助理怎么换人了。我愣愣地盯着他的脸，只觉得眼熟，回想着是不是在哪里玩过他。他淡淡开口：赵总，早上开会的材料我给你放在桌上了。我忽然想起来，他是好友的弟弟周志玉。我马上打电话给了他，他只说：啊，
那臭小子原来去你那里了呀？我只听说他要去应聘，谁知道那么巧。姐妹，你可得好好关照我的弟弟呀。我笑着说了句好，挂了电话。他进门进来，赵总，我可以加下你微信吗？业务上有什么事情，我好通知你。我点了点头。事实上，我根本不用关照他。周志玉年纪轻轻，做事却很老道，很少听到他说废话，我还挺喜欢。今天是陆老爷子70大寿的日子，我早早结束了会议，提前去了陆金怀的公司，等下和他一起过去。他此刻正在办公室里，林芝的声音也从里间传来：“老公，你上次给我做的饭很好吃，晚上我能不能吃到呀？”我身形一顿，做饭？昨晚还对我说着女人谁都一样的人，到底为他洗手做羹汤？我回想起过去的4年里，他从来不曾为我下过一次厨房。我听见他宠溺地说：“过几天。”正发愣的时候，林芝眼尖看到了我：“赵小姐来了呀！”我一眼瞧见了挂在她脖子上的宝石项链，正是那天在盒子里看到的那条，亮闪闪的，刺痛了我的眼。我回了回神：“快开席了。”她应了一声，去里间换衣服。林芝却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轻蔑地说：“一直拖着不离婚，也真的够卑微的。”我嘲讽地笑了：“你有时间，还是去劝他跟我离婚吧。”他眼角眉梢挤出来一丝不屑：“你在我面前叫嚣什么？你只不过是他身边的一条舔狗罢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这几年你给他做的爱心便当，全部都被我拿去喂楼下的流浪狗了。”他站在窗边，指了指楼下的几条流浪狗，嗤笑着：“你看。”你的饭把他们都喂胖了呢！我的怒气上涌。那时他胃疼，我彻夜不休地照顾他。他胃好了之后，我开始研究餐谱做菜。每到午饭时间，我都雷打不动地给他送来。没想到他把我的心血当成了垃圾处理。我抬手狠狠打了他一巴掌。他站在窗边，险些掉下去。啊！他的声音引来了陆金怀。他快步走到他的身边：“怎么了，金怀？”赵小姐她要把我从窗户上推下去。我跟她说：“我只是爱着你而已，我只要默默地在你身边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不会去抢她的位置的。”可赵小姐还是看不爽我，她哭得梨花带雨。我嗤笑了一声：“你的谎话可真的张口就来。”陆金怀揉了揉太阳穴：“几年前你就这么闹了一出，还不够吗？非得在公司丢人吗？”他抱了抱林芝：“能别这么刻薄行吗？她只是个小女孩子。”公司里看热闹的人开始越来越多。陆金怀看了看手表，时间很临近开席了。他草草地说：“算了，这次的事情不跟你计较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虽然早就对他失望了，可在这一刻，我的心里还是难受极了。他给我的伤口结痂了，变成伤疤，可再触碰到那个地方，还是隐隐的发痒发疼。林芝还在哭哭啼啼，我看着陆金怀低声安慰他，心里怅然若失。我感觉被比了下去，狼狈极了。陆老爷子的宴席上，我魂不守舍。我看着陆金怀的手机响了好几次，估计都是林芝打来的。我突然间有点羡慕他，这些年至少他身边一直有他陪着，而我的手机自始至终都安安静静。散了宴席后，陆老爷子催我上陆金怀的车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坐了进去。车开在半道上，他的手机第 N 次响起，他接了起来，温柔地说：“马上回去。”接着我再次被他丢在了人迹罕至的路边上。我开始后悔今天为什么要来，也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开自己的车来。我蹲在路边，把微信从上而下翻了个遍，却不知道要打给谁。一股巨大的孤独感侵袭了我。正当我失落的时候，
微信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周志玉给我发的：赵总，明天早上8点的会议，会议材料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。我回复他：好的。手指随意往上滑拉，我和他的对话全部都是工作上的。在这寂静的夜里，可能我受不了孤单的侵蚀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给他发了句：能来接我吗？他很快就回复了：好。我在路边等了没一会儿，他就来了。他给我开了副驾驶的座位，我没有多想就坐了进去。一路上我只看着窗外，没有一句话。他看出我的情绪不佳，便在路边停了下来。我有些不解地望着他，他说：感觉你不开心。我心里有点泛酸，这些年第一次有人问我开不开心。我没事。你开心的时候，眼睛像星星，就像那天你去酒吧摸那些男模的时候。我脸上有些挂不住。他接着说：你不开心的时候，眼睛会有乌云。我反问：你这么认真观察我干嘛？他答非所问：既然很痛苦，为什么不离婚呢？不过我听我姐说，你们是商业联姻。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很软，很清爽。商业联姻涉及的利益面太多了，不好处理。这些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不过我已经提了离婚了，只是他不答应。所以你才流连于各色各样的男人中吗？麻醉自己，还是为了激怒他？我一时语塞，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：青宁，不然你也考虑下我，我不比他们差。这声青宁激起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都可以当你姐姐了呀，况且你姐要是知道我……他急急地打断了我的话：我从没有叫过你姐姐。我脑子里突然联想起那天他死活不叫我姐姐的样子。他突然靠近，在我的脸上印下一吻。看看我吧，我也不错，大概在宴会上喝了点酒。我的脑子有点发懵，风吹来暧昧的气息，我也回吻了他。10分钟后，他气喘吁吁地打断了我：明天早上开会呢，注意休息。他的神情宛如一只一丝不苟的小狗。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刚刚糟糕的心情被我一下子甩到了九霄云外。好像周志玉确实和其他的弟弟不一样。我在周志玉的发的晚安中睡了一觉，这5年来第一个安稳觉，不用在夜里辗转反侧，想着陆金怀跟别的女人在干什么，也不用在这段婚姻里患得患失，不断地否定自己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周志玉给我发了消息：我在你楼下等你。我的嘴边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笑。下楼的时候，正瞧见陆金怀在厨房忙活着。他看到我下来，便说：给你做了早餐。我嘲讽地笑了：不用了。他开始惯用的伎俩：以后我也给你做早餐。昨天临着他，总之我以后会让你们少见面。我差点翻了个白眼。陆总可真博爱，但不用，我受不起。还有，你离婚协议赶紧写，我不想再拖了。最后再给你1周。我穿好了鞋，在门外就见到了周志玉。我上了车，他给我递了早餐，还是热的。他说：吃吧，吃完了再出发。我内心涌上一股暖流，原来被人照顾是这样的滋味。过去的5年里，我一直围着陆金怀转，绞尽脑汁让他喜欢我，却次次委屈了本该好好对待的自己。我眼眶一热，他侧身过来抱住了我：以后有我呢。我吃着包子，连带着咽下了感动的泪水。我和周志玉谈起了恋爱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和弟弟恋爱居然这么甜。当天晚上，他开车送我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恋恋不舍地在车里接吻。我心里小鹿乱撞。30岁了，可我感觉我的20岁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屋里没有开灯，陆金怀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的香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我开了灯，
他神情阴鸷，声音发冷，和他就这么难舍难分，非得亲到家门口来吗？我毫不留情地回嘴，你不也把女人带到家里来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他猛地起身，一把钳住了我，力道大的我痛呼出声。如果你是来报复我那天，你赢了，跟他分了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过日子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凭什么回到过去的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你在外面无数女人，而我在家里孤单地等你的日子。因为我先对你动了心，所以我就活该低你一头。过去的5年里，我一直想尽办法对你好，可你对我的关心视而不见，肆意糟践，随随便便的就打发了我。你当我没有心的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协议在今天就已经到期了，签了离婚协议吧，你也不用强行和我绑定在一起，大家好聚好散。他沉默了半晌，我没耐心等他，准备上楼的时候，他却拉住了我，不要离婚了吧？我只觉得荒唐又好笑。如果你觉得财产上分配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再谈，我4你6怎么样？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诧异，你为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，居然要做这么大的让步。我烦躁极了，只想赶紧结束对话，你开个价吧，我不想再等了。他拉住我的手，急急地说，你现在已经30岁了，跟一个20多岁的小孩在一起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别等到后面你人老珠黄了，他再甩了你，那也是我的事情，不劳你操心。他的语气中带上一抹关切，我比你更懂男人，男人都一样，这是人的劣根性，不是你能改变的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管不住下半身。陆金怀开始变得像是之前的我一样，他给我发消息，问我去哪里了，问我吃饭了吗？他开始跟我分享他的日常，他开始早早回家，推掉一切应酬，开始在意我的点滴。他还是拖着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甚至拉出他爸妈来当借口。我只觉得不解，以前是拼了命的想离开我，现在可以走了，他却不想离开，可我却越来越不想回家。我和周志玉约好去马来西亚潜水的时候，并没有告诉他，可他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。当晚我在入住的酒店的沙滩上看到了他的身影，他就站在我的床前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正想问他怎么来了的时候，周志玉从后面一把抱住我，在我眼前拉上了窗帘。你心疼他了？他以前那么对你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，只是我现在才知道，以前我追他的时候是这样的卑微。他把我的身体转向面对着他，蹙眉说，不许你想着别人。我被他这样子逗笑了。夜里，我在情欲里翻涌，弟弟不断问我，你觉得我跟你的那些弟弟相比怎么样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任凭着身体像是一叶扁舟。清晨我起床的时候，腰酸背痛，可周志玉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。不得不说，弟弟的体力是真的好。我开了窗透气的时候，沙滩上有个人影，是陆金怀，他的身边多了10几个酒瓶子，应该是在这里喝了一整夜。我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，他胡子拉碴，眼睛通红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老了10岁。怎么不去找林芝了？他脸上的疲态尽显，轻凝。我把他开除了，也跟他断了。他急忙掏出手机，你看，我删除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和他联系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没有他，还有下一个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如果我说不会了呢？我会开始对你好，开始爱你，也不会去外面找别的女人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了。他哭了。这段时间，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多么混蛋。你如今还给我的，不及我当年给你的伤害的1/1000。可是就连这点伤害，我都受不了了。青宁，对不起，
我很难想象你当年的心情该有多么绝望。从小到大，跟在我身后的女人不计其数，我以为你也是其中一个。当年我爸说，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，要和你家联姻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拒绝的。但是我爸强行逼着我，我当时心里厌烦极了，所以才会与你签下协议。我以为大家都只是玩玩而已的，可是你婚后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比之前跟在我身边叫我给他们买东西的女人都不一样。我被你的炽热的真心吓到了，也不敢去承认我对你动了真心这件事。我迫切地想逃离，可等我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早已经离不开你了。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可在提及时，我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酸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都忘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好好过日子行吗？忘了？怎么可能？人在看过美好的事情之后，怎么会再回头去看那些糟糕的日子？我叹了口气，不可能了，签了协议吧。他哭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宝石项链，是前几年我翻看杂志的时候问他好不好看的那条。我叫刘妈，把你前几年看的杂志都找到了，翻找了好几天好几夜才找到的这条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求你了，让我给你戴上吧。我只捂着手腕，何必呢？其实你明明都知道，只是你选择伤害我。我擦掉了眼泪，况且你只是好胜心作祟，不肯承认这世上有你想却得不到的东西，或者说你受不了别人觊觎你曾经拥有的东西，哪怕你已经不要了。可我赵清宁并不是你的所有物。陆金怀终于在半个月后的一天签了字。去民政局领离婚证的那天，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。我想起当年和他领证的时候，我曾那么真心地许下永结同心的愿望，而从没有想过结尾如此。陆金怀的脸上看不出其他的情绪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周志玉在民政局的门口等着我，我朝他挥了挥手，然后我们都笑了。临出门的那一刻，陆金怀突然对我说了句：“祝你幸福。”我笑了，会的，毕竟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属于我的幸福。我和周志玉办了婚礼，好有气极了。好好的弟弟，怎么就被你拐到床上去了？我看着他，他却突然红了眼。难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看到你幸福，我很开心。婚礼如期进行。当司仪说新郎可以亲吻新娘的时候，周志玉慢慢地走向我，在一片欢呼声中亲了我。哪怕是这么嘈杂的环境下，我依旧可以听见他剧烈跳动着的一颗真心。我笑着侧过头，在人群中看到了陆金怀的脸。他与我遥遥相望的瞬间，我看见他向我举起了香槟酒杯，一饮而尽。我忽然在那一刻想起了第一次的婚礼，那时候我也是这样，怀揣着一颗真心向他走来，只不过都散了，时移物移，你永远无法让时光重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